国会之后，发现来这边有理讲不通。一个立法委员应该是基于他的专长、本职服务来进行立法的工作。民进党活脱脱的把我们的立法院变成武道大赛，动不动就打起来。这一晚上来了，我们都要打烊吵啦，怎么办？你一直点头，我都不想的感动啊，医生，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很有默契，以前在打仗的时候，一个眼神就知道要干嘛。号称正蓝军的说郑丽文是民粹，政令不出党中央。今天就告诉你，没有这么夸张。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郑丽文呢去拜访国民党党团，事实上是傅崐萁主动邀请郑丽文，也就在郑丽文当选后的隔天就来国民党党团来拜会。哎，谢谢。哎，你看哦，这有什么风度？选完就是一报泯恩仇嘛。那郑丽文呢，也是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我想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大家了解到选前有没有挺正，但是选后总要让这个局面维持下去嘛。而且郑丽文真的有12不赦到立法院都不能合作吗？真的有12不赦到国民党团都不应该理他吗？就在这场里面，傅崐萁相对偏郝龙斌，没有错。可是不代表傅崐萁不能接纳一个胜选的郑丽文啊。到底是什么样扭曲的想法跟心态，让这些人觉得郑丽文选上之后，他就是一个完全被排斥啊，完全光杆子将军，不会任何人听他，有可能吗？那大家真的非常的开心，在座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台湾最优秀的人才。可是来到国会之后，尤其是第一届当立法委员的人，一定很震撼教育吧？发现来这边是有理讲不通的。在我们的理想的逻辑里面啊，一个立法委员呢，应该是基于他的专长，基于他的本职的本科的学能，还有基于他平常服务对于这个地方的掌握、舆情的掌握，然后呢来进行立法的工作，进行法案的征询，然后他有一群幕僚，理论上是这样。民进党活脱脱的把我们的立法院呢变成武道大赛，动不动就打起来，要不然变成小偷大赛，偷开门的、偷爬窗子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还有一个是郑丽文这个人，他做过立委，他讲话是比较有温度啊，所以大家当然是心有戚戚焉的。很多立委私底下说，我以为我来立法院，我有好多心里中想要的法案想推展啊，结果搞了半天啊，是来这边跟人家吵架打架哈，甚至民进党立委还会带头去外面拿油压剪去剪巨马，什么都有。我对各位非常有信心，过去在立法院把关专业的表现，一致的团结，你们的辛苦，你们卓越的表现，不止全台湾都看见了，全世界都看见了。各位我们的弟兄姐妹才刚刚经过大罢免的洗礼，最难的、最无理的、最荒谬的挑战，各位都身经百战，也都挺过来了。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里人讲的很有意思，他其实在大罢免里面，他就是帮了蛮多的忙，可是他都没有讲自己去帮忙这件事情，他就是说大家好辛苦，然后大家挺过来了。真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未来我也认为，我们会在国会里头办好把关，办好帮我们这么多的台湾的选民解决困难。突破困境，因为我看民进党，我看执政党根本就已经撒手不顾了嘛。接下来要对抗民进党，为什么要对抗民进党？民进党已经完全不在乎老百姓死活，国家都已经轻微到如此时刻，民进党在管了吗？民进党没在管啊，民进党管你去死啊，干他屁事！天下倾倒，干我屁事！他们根本就忘记他们才是执政的政府啊！人民的困难、人民的困境、人民的需求，现在反而是我们国民党要扛了。现在反而是我们国民党要来表现，要来做人民最大的后盾。通通在第一线作战过的，大家都知道，千言万语，希望未来弟兄姐妹们，立委一定跟你们大家站在一起，并肩作战，交出最漂亮的成绩单。26年要赢，从台湾不会正大台湾讨论，希望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好，一天比一天更强。我们一定全力力挺到底，全力做各位的后盾，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台湾人民需要国民党，谢谢大家，谢谢。同样的立法委员，同样的人，不同样的主帅，不同样的带兵方式，就会得出不同样的结果。现在时局都乱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国民党员没办法继续说啊？我们要稳健，我要走中间路线？为什么国民党员不愿意啊？难道是国民党员背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吗？啊，国家那么乱，念书有什么用？没有那么夸张啦。但国家那么乱，墨守成规有什么用？继续死守有什么用？当然是要积极进取，往前冲刺啊！台湾人要自救啊！继续稳健。选举不是票多的赢，是票少的输。投给莱尔校长，继续连任就好了。所以没有什么稳健不稳健的问题啊。政治就是拼搏啦，尤其是在野党啊，你还继续在那温良恭俭让，让去哪里？人家是整天想打红不让，你整天只会温良恭俭让，你要让什么？把位置让出去，把执政让出去，把司法让出去。回过头来啊，很多事情不要继续的沉溺于过去啊。历史终将证明一件事啊，纵使今天郑丽文
的不见得超级好，但有一件事情，它至少让台湾现在死水一滩的政坛终于激起一点新的浪花，而不是一直在被动防守啊。赖清德今天回应郑丽文的上台，赖清德强调和平固然要有理想，不能有幻想，不可能靠一纸和平协议就得到和平，也不可能接受侵略者条件，所谓九二共识，接受一中原则就可得到和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就是直接在说和平不可能靠政治谈判，所以赖清德跟蔡英文甚至跟前面的陈水扁有一个根本性不同，赖清德并没有否定九二共识的存在，他是认定你国民党有九二共识但是你的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就是一种对和平的幻想，是接受一中原则，接受侵略者条件而得到的一种绥靖式的和平，这种和平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的抗中保台是硬对抗，比蔡英文的文化上的这种软对抗是更加强硬的。郑丽文之前就讲到说，针对所谓两岸现况，谈到是否对中国大陆访问，两岸工作上国民党要凝聚内部的主流民意，政党重要的工作是凝聚推动最料的民意与理念的核心价值那郑丽文呢讲到说，两岸和平当然是国民党最重要的事但是你必须先凝聚台湾最大公约数跟共识，有更大的民意做后盾，到对岸去才会更具代表性，不然就只是代表个人而已。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充分吸收之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马英九的马习会，虽然国民党还是执政党，但是呢在这个执政党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一个相对不得民意民心的一个执政党，所以怎么样来获取更大的民意，其实是让他这一行更有正当性跟代表性。当然这件事情陆委会是很不爽他说不可以代表国家签订任何的条约，还没去他就在讲了嘛。那郑丽文提到说其实抗中法已经是不灵他有信心国民党会成为最新的主流民意，所以要去中国大陆交流，去见习近平，这是当然要的。如果能化解两岸矛盾期间推动和平，他什么工作都愿意做，什么人都愿意见，但到中国大陆交流见任何人代表性才是重点，如何凝聚台湾主流民意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讲到的是如何成功凝聚台湾主流民意，也就是说他要去，他绝对会去，但是由谁怎么去，那必须要大家来支持他。那怎么大家支持？我来跟你讲，我要做这件事情，大家凝聚到我身上。所以这一点跟过去的国民党的党主席其实逻辑是很不一样，因为过去的国民党党主席更多的是倾听主流民意，而郑丽文要的是凝聚主流民意这个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你怎么去做呢？国民党的中间蓝变成红统角色，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这次党主席选举每个候选人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他两岸主张一致且一贯，经得起考验，也是国民党长期主张。如果这忧虑是假议题，郑丽文说他知道这是民进党的招，廉价的标签扣红帽子根本经不起考验。事实就是这样嘛。为什么会害怕被抹红？为了两岸和平被抹红又怎么样？难道两岸和平被抹红就不要做了吗？那所以两岸打仗比较好吗？但是过去没有人做这种论述翻转的问题嘛。每逢遇到民进党抹红就说我害怕抹红，不要。所以怎么走出去，怎么进一步，怎么深化，这是一个关键。这里有提到非常感念美国在中华民国最辛苦的时候伸出援手，最重要的兄弟友邦，但不能这样把台湾当提款机，台湾有自己的立场，争取合理的权益一定要寸步不让，军购也是如此而且也不是台湾安全的倚靠跟来源不应该被擒的，台湾也不是印钞机，也就是说这是有个根本的政策的变化。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黄国昌那郑丽文新当选的主席，你说他们跟中国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沟通？老实说，我不清楚。那第二个，如果有沟通的话，沟通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我也可以理解在政治的立场上面，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有什么样子的走向，那这个也不方便由我来加以揣度。中国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仔细的观看，也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变化。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韩国瑜院长说得非常的好，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台湾是我们的家，怎么样捍卫我们现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生活方式，怎么样让2300万的台湾同胞能够过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不分党派，不管哪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实现的价值跟目标。直白的讲，就是把球交回给国民党，交回给郑丽文。我觉得这做法非常的厚道，因为不预设任何立场的前提，未来蓝白在互动上面才会更有空间，更有一个弹性，然后也没有上了这个记者的一个陷阱。现在还在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嘛，包含两岸政策，蓝白要怎么去讨论，这都是一个过程。我觉得都不急啦，因为我相信郑丽文刚当选中国国民党的新任党主席嘛，那也还没有正式的上任，那应该大家工作都非常非常的忙。但如同我昨天所说的，
台湾民众党对于推动联合政府的步伐跟态度，我们本于最大的诚意跟善意。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但我们也不会事事坚持己见。那在台湾目前最欠缺的就是对话、和解、共生。不同党派的人，大家彼此能够相互携手合作，而不是把不赞成你的人全部看成是杂质。我相信这个是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大家共同的想法。那怎么样能够在政治的领域当中落实具体的实践？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持续努力的目标。感谢郑丽文主席，他也支持这个联合政府的理念。那当然，中国国民党有党内民主程序必须要经过，这个是一定的事情。尊重党内民主程序，我相信是任何一个党主席都应该要遵循的原则。就像我在台湾民众党推动联合政府的理念，也是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正式的报告，而且所有的中央委员大家一致的同意通过，我们才开始进行所有的工作。这很好，这代表什么？民众党已经完成了党内民主程序的步骤，这代表说这个是一个既定的方向，也不会以黄国昌想要踩刹车或任何人想要踩刹车为告准，除非他们再重新通过新的决议，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老实讲，因为郑丽文刚上来，你马上要他怎样，这个都是很多都是旁边人的话修啦。当事人他其实不着急这个就是个空间嘛，空间需要酝酿，很多事情合作是需要酝酿的，人跟人的接近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说你达成了某些点上，它就一定会达成，必须要实时的一些深度的互动，那这很正常。那两个人都如此，更何况两个党。